它是轴心国与同盟国在北非的最后一轮较量，它是威震世界的非洲军团从此消亡，它是北非战场结束的标志，它就是突尼斯战役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点一个小赞，小编跪谢。我们都知道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划分为数个不同的战场所进行的，有太平洋战场、亚洲战场、欧洲战场以及北非战场。虽然其中北非战场的名气远不如其他战场那样出名，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北非战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，作为轴心国主要力量的德国，在大举进攻欧洲各国的同时，早早便盯上了北非这片土地。北非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，对当时大肆扩张地盘的德国和意大利来说，是一个很好的物资补给站。而在北非战场的主要军事将领，不置可否的便是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。彼时的隆美尔在北非战场上可以说是所向披靡，他麾下的德意志坦克大军在最初的北非战场上便更是无敌般的存在。北非各国基本上都被隆美尔打的是丢盔弃甲，这也使隆美尔本人在大军团作战上的军事造诣，在当时世界著名将领中是极为拔尖的存在。这也是希特勒为什么愿意将北非战场完全交给隆美尔的原因。1942年秋季，出于盟军代号为火炬的北非登陆战役的成功，使盟军顺利攻占了德意在北非的地盘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地。在此之后，由于盟军已经占领了北非沿岸，所以后勤运输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。盟军计划继续向东推进，向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发起攻势。盟军认为，如今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占领突尼斯。盟军的补给线虽然已经得到了保障，但是从安全上看不容乐观，因为突尼斯附近的2座机场上还停放着大量敌方战机，对补给线有着巨大的威胁。再加上突尼斯还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基地，拥有2个深水港口，距离意大利在西西里岛的基地只有几百海里。加上此时的欧洲战场上，由于轴心国的大量部队正在被大量消耗，希特勒不断地抽调北非军团增援欧洲战场，所以德意2国在突尼斯的驻军也越来越少，北非战场的形势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鉴于此情形，盟军派出了数倍于德意军队的兵力，对突尼斯可以说是志在必得，这也为之后突尼斯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有利的物质条件。1943年2月14号，为了扭转盟军在北非的交通运输线，扭转北非战场的形势，德意军队在隆美尔的率领下发起了春风行动。隆美尔沙漠之狐的称呼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德意军队在前期的进攻中进展顺利，在隆美尔一系列缜密的作战计划下，盟军数千人阵亡或者被俘，大量军事装备被摧毁。也因为如此，隆美尔终于获得了希特勒任命的北非装甲部队的指挥权。但是由于隆美尔早期没能完全得到装甲部队的指挥权，而且要与盟军正面作战，按照隆美尔的原话就是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去进攻强大的盟军，导致隆美尔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，使得盟军在吃过小亏之后得以有了准备，而突尼斯战役的主导权也最终倒向了盟军一边。3月20号晚，英军右翼第30军在靠近海岸的狭窄沼泽地区率先发起了进攻，对仅在对方防线打开一个很浅的缺口，并没有取得较大的战果。但是这次进攻也正式吹响了盟军反攻的号角。在次日夜晚得到增援之后，英军再次发动攻势，缺口得到扩大，但是由于炮火等重型装备受到沼泽地及地雷迟滞，未能跟进。英国进攻部队前沿阵地在没有充足的准备情况下，被德军反击所击毁。在进攻开始2天后，英军第一次进攻失败，只得撤回原阵地。面对出战失利的情形下，蒙哥马利对进攻计划做了部分改变，将作战重点转移到内陆侧翼。按照改编后的作战计划，英军第10军及第1装甲师将在23号夜间穿越沙漠，增援受阻于普鲁姆山峡的新西兰军。同时，印度第4师从梅德宁向内陆2侧推进，增加对德意军队侧翼的压力，并且增加一条进攻路线，新计划代号为增压2号。不久之后，增援部队抵达，英军左翼立刻在26号下午4点，在轰炸机的掩护下发起闪电突击。此时的德意军队才缓过神来，试图调动预备部队阻挡英军左翼的猛烈进攻，但是为时已晚。面对即将被合围的情况，
德意守军被迫向北撤往了瓦迪阿卡里特。3月28号上午9点，英军完全占领了马雷斯防线，通往突尼斯的道路被打通了。4月7号，英国第8集团军开始进攻退守瓦迪阿卡里特的意大利第1集团军，并且在当天与美国第2军先头部队会师，将德意军队完全包围。德意军队只得放弃阵地，继续北撤。4月13号，意大利第1集团军撤至德意军队在突尼斯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即昂菲达维尔到彭德法斯一线。也就是在此时，德意非洲集团军群在突尼斯东北部仅剩下一个南北长130公里、东西宽60公里的狭窄地带。英军第8集团军在次日到达了昂菲达维尔防线。4月20号，盟军在突尼斯开始了北非战场最后阶段的攻势，从南面和西面同时向突尼斯和比塞大方向实施进攻，接连占领德意军队的重要据点。5月6号，在强大的空军火力支援下，英国第1集团军在突尼斯西线对德国第5装甲集团军发动总攻，在突破敌军防线后，将其残余部分分为2部。5月7号，盟军占领突尼斯市和比塞大，随后向海边进军。德意军队再次后撤，驻守邦角半岛。因受到盟军海军的海上封锁，德意军队已经陷入无力防御、进退两难的局面。5月12号，盟军彻底消灭了轴心国驻北非残余部队，德意军队最高指挥官冯·阿尼姆被俘。1943年5月13号清晨，意大利第1集团军向盟军投降。至此，长达3年的北非作战以盟军的胜利宣告结束。突尼斯战役，盟军共死伤76000余人，800多架战机被毁；北非轴心国军队共死伤30万人，上千架飞机被毁，数百架战机被盟军缴获。突尼斯战役使得同盟国完全占领北非，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，也为后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就隆美尔个人来说，此战也是隆美尔在北非战场的谢幕之战。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，他无愧于沙漠之狐的称谓。但从军事角度上来说，隆美尔在到达北非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才获得了指挥北非所有军队的指挥权，而当时隆美尔已经没有时间来调整部署了。加上因为欧洲战场作战失利，导致被抽空的北非军团兵力已然不足，隆美尔想以兵力优势击溃盟军的企图也就此破产。在突尼斯战役之后，德意军队彻底失去了北非这一物资补给站，无奈只能撤出北非战场。而隆美尔也因指挥不当和德国高层一些令人失望的原因，患病乘坐飞机返回了德国。一代名将沙漠之狐最终以一种落魄的方式离开了自己成名的战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